这是 red， 这是 red 门儿，干了它再走。虽然这些年我们陆陆续续去西部国家公园很多次，但没有一次是我们自己开车过去的。每一次呢，都是选择飞到附近的机场租车前往。当时我们看到路上形形色色的房车，曾经想象过是否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也可以这样。所以我也一直在为了这个梦想不断地进行积累，不管是车辆的保养，还是拖挂房车的技术，希望可以通过准备好自己来实现这个梦想。机缘巧合之下，我们决定在这个夏天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同时呢，我也非常感谢支持与鼓励我们实现梦想的朋友。我们计划的第一站就是去越野圣地摩艾，计划扛着设备，带着5岁的儿子徒步爬山5公里，去看看最经典的精致公园，还有一些之前没有去过的其他特色的公园。也计划在被称为越野圣地的峡谷地国家公园开一次人生必体验一次的悬崖越野。从东海岸到摩艾布的路程大约3000多公里，途经山脉、草原、森林、沙漠。虽然一路上公路的状态都十分的好，但是最不可控的就是天气。当然，如果没有拖着房车，天气的因素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拖着这个12米长、将近4吨半的大家伙，天气因素就变得非常的关键了。总体来说，前半程还算比较一帆风顺，除了路有点窄，需要驾驶员一直集中精力之外，天气似乎非常配合。直到密苏里和堪萨斯州，之前就听说这一带最需要注意的就是风。对，舒舒服服让我开了1-2个小时，完了就来了，不是大风就是大雨。哎呀我！其实一开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只是觉得怎么突然房车变得非常的不稳定，有一种屁股总在甩的感觉。那我们站在这里，这个风速就这个样子了。我的头发。我一直在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控制。在高速上呢，我又不能行驶得太慢，始终尽力维持在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左右。风速呢，在最高的时候也达到了40公里每小时。有惊无险的我们，终于在赶路的第5天抵达了摩艾布，开启了本次旅行的第一站——拱门国家公园。Let the bellows blow. Let the fire grow. 拱门国家公园的天然石拱主要是由地质构造、岩石成分、风化和侵蚀共同作用形成的。大约3亿年前，这一带曾是一片浅海，沉积了大量的岩层。后来，厚厚的砂岩沉积在岩层之上，由于岩层的不稳定，地壳运动使砂岩层出现了断裂和裂缝，为后续风化提供了入口。公园里的岩石主要是由恩特拉砂岩和纳瓦霍砂岩组成，它们的质地呢相对坚硬，但含有不同硬度的矿物层，容易在风化中形成差异的侵蚀。我们将会现在从这个现在眼前看到这个大山坡上，一直走到最上面。当然，水、风、重力在这里起到了不同的影响。雨水沿裂缝渗入岩石，昼夜温差使水结冰膨胀，逐渐扩大了裂缝，而长期的风力将松散的颗粒吹走，使空隙越来越大，而薄弱的部分因为重力的影响逐渐剥落，留下坚硬的部分形成拱形结构。最初只是峡谷或岩墙中的一个小洞，随着侵蚀加剧，洞口逐渐扩大，顶部逐渐变薄，最终形成稳定的拱门。当然，随着时间的作用，拱门最终也会坍塌。因此，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每座拱门都是短暂的地质瞬间。怎么啦？穿错鞋了，你的鞋？气垫鞋走起来会舒服一些。然后呢？但没有想到，这
这个地表温度太不高了，气垫直接爆了，所以现在我穿着一双没有这个爆了气垫的鞋，在爬，顶着差不多快40度的温度，在爬这个大山。爸爸，我都不知道怎么爆的，妈妈，也没砸呀。太沉了。虽然今天天气呢并不是很理想，不能拍出绝美的景色，没有阳光的直射，我们行走在坚硬的山脊上，也为我们减少了中暑的风险。你看它能自己立住。因为这次所走的山路非常远，那么经过所有的考量呢，我所携带的呢是 FreeWorld H5 5.5英寸的显示器。尝试比较了几款显示器以后呢，我觉得出门的话，可能目前对于我而言，重量是比较关键的。它这地方还有对焦的一些指示，然后屏幕是触屏的，然后有图像。最主要的一点吧，是这个屏幕相较于 Smart HD 来讲呢，它够轻。FreeWorld 这个显示器亮度挺好的，你这么亮的天都能看很清楚。它的亮度呢是1200尼特。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原有的生态，以及让游客能欣赏到国家公园的美景，所以很多的徒步路线呢都是相对原始的进行开发。在路程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设立很多的补给站，或者是有过多的人为建筑。那么想到景区来进行游览的游客呢，需要自行携带足够的水以及登山的器具。那么经过了将近快3个小时的旅程，我们最终抵达了金之拱门。我也希望能通过我的视频和照片能留下金之拱门在这一刻的样子。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金之拱门也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挑战完了金之拱门，我们也去打卡了拱门国家公园其他的一些景点。Landscape Arch 景观拱门，也是拱门国家公园地图上最经典的照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拱门，它的跨距将近91米。在1991年的时候，一块大概将近20米长的岩块从景观拱门下方掉落，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条如缎带般非常薄的石拱门。另一处非常奇特且经典的拱门呢，是 Double Arch， 它们是由2个几乎大小相同的天然拱门组成，是公园内最高的拱门之一。它也曾是电影《夺宝奇兵》的取景地之一。这个巨大的双拱门可能是由岩石上的2个小水坑开始的。我们下一个挑战的就是沙地和峡谷的越野。可能你听说过狮子背，说的就是这里。摩阿布这个小城呢，其实它并不大，但因为身处科罗拉多高原独特的地形地貌，让这片地区呢举世闻名，也成为了美国极限越野的圣地。这次因为我很想试试自己皮卡的性能，所以选择去了峡谷地国家公园经典的悬崖峭壁的越野路线 Shaffer Trail。 这条越野路线位于峡谷地国家公园的 Island in the Sky 区域，从观景台开始向下蜿延约457米，穿过几乎无法错车通行的砂岩悬崖。其实峡谷地国家公园有一条更出名的越野路，叫 White Rim， 官方说是需要2到3天才能通行出来。看过地图之后，我们发现之所以需要这么久，是因为 White Rim 在峡谷底部穿行，但下到峡谷底部需要盘山。 Shaffer Trail 就是这段盘山路，更准确的说是在悬崖峭壁的峡谷里边行驶。虽然几年前我曾经租车开过这段悬崖路，但这次开着自己的皮卡，它更长更大，对我来说还是捏了一把汗。这条大概长为30公里的路，最早在20世纪初是用来放牧的，到冷战时期为采集油矿而兴建，后因油矿太少而废弃。1964年峡谷地国家公园成立之后，放牧和采矿的时代结束，
成为了今日越野旅游的线路。官方的说法是，这是一条人生必体验的路。我的感觉的确是这样。今后我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美国国家公园的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